就是那个女人，掳走了我师父，还有你儿子。也是你的儿子。儿子，君上，我们的儿子马上就能好起来了，真的。你看，你看那墨渊，我们把他炼成仙丹。君上，你之前嫉妒墨渊对吧？你以后就无需再这样了。我们的儿子马上就能拥有墨渊的元气了。你给我住嘴！难道我说错了吗？当年不把那玉魂给白浅，不就是因为你嫉妒墨渊吗？君上，你还不知道吧？他就是当年那个司阴神君。玄女，我且告诉你，我师父的仙体无上尊贵，受了我7万年心头血，怕是你们的儿子承受不起。心头血？你是说？李靖，你们的往事姑且先不提。本君倒想问你，今日这笔账该怎么算？是要私了，还是公了？公了又怎样？私了又怎样？私了，便是将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义后，剥皮抽筋，以泄本君心头之愤。公了，天族的将士们已经许多年没有打仗，正好闲得发慌。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看看这么多年来，到底是哪一边兵练得比较好。君上，你真的要严惩我吗？不会吧，君上，难道你忘了我为你做了多少事吗？啊，要是没有我，你登得上这义军的宝座吗？他不敢出兵的，他不敢。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敢出兵的，你没有这个权利。你不过是天族太子，为了一个女人出兵，天族不会答应的。我不单单只是为了一个女人出兵。墨渊上神是天族的尊神，白浅上神是天族未来的帝后，而阿离，则是为了要继承本君的位子。此番3个人都在你大紫明宫受此奇耻大辱，你说，天族的众将士们能咽得下这口气吗？玄女此前就有一些疯癫，要不然也不会铸下如此大错。君上，还望太子殿下能够网开一面。芊芊，你说我们要网开一面吗？天族太子，亏你对白浅这个贱人如此好，你还不知道吗？他跟他师父。芊芊还说你那张脸跟他长得很像，本君倒是看不出有哪里像。皮相这东西呢，当初我既给了你，便不会太在意。如今我看你带着这张脸，我真的不太顺心了。你要干什么？啊？你想干什么？我本来就长这个样子，你休想夺走我的美貌。你就算找了折颜来，我也不怕你。找折颜做什么？我之前不过同你玩笑罢了。你真以为这四海八荒，只有折颜会这易容焕颜的法术？老身不才，过去7万年里无所事事，顺便精通了这门法术。你若真的要剥皮抽筋，
也不该带着这张脸去剥皮抽筋。要干什么？不要！不要！不要！看看你自己这张脸吧，我早跟你说过，折颜的术法用来做坏事，会遭到反噬的。姐姐，还撑得住吗？撑不住便睡会儿。李青，你自己看着办吧。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想这样的，我不是想这样的。我不要看到这张脸，我不要。天族太子，亏得你对白浅这个贱人如此好，你还不知道吧？他跟他师父……玄女，我且告诉你，我师父的仙体无上尊贵，受了我7万年心头血，怕是你们的儿子承受不起。我听天书说你急匆匆去了异界救你的心上人，我想怎么也得大战个300回合，怎么毫发无伤的就回来了？只要和白浅有关，你不每次都得遍体鳞伤、不死不休吗？当年，三叔可与墨渊上神熟悉，还有那位司音上仙，可真如天界传闻，是墨渊上神最宠爱的徒弟。怎么好端端的问起他们呀？当年我确实见过这2位。墨渊上神对他的这位小徒弟很特别，就连去你师兄灵宝天尊的法会，也只会带上他。我甚至还听过一个传闻。什么？传闻当初瑶光上神因为爱慕墨渊上神，强行将自己的仙居搬到了昆仑虚。后来因为吃醋，抓走了司音。后来墨渊震怒，深夜提着轩辕剑闯入瑶光的水牢，救走了司音。后来呢？再后来，墨渊上神因为这件事跟瑶光上神大战一场，将瑶光上神赶出了昆仑虚。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墨渊上神还真是打从心里就疼爱他这个关门弟子。芊芊，难道你忘了我？不是因为你愿我拿走了你的眼睛，而是为了忘掉你和我的那段情。你这7万年等的人，始终都是墨渊上神吗？哎，三叔说错什么了吗？这个时辰，芊芊该醒了。我去请求给她煎药。我们天族的太子，这辈子是跳不出白浅的手心了。君上呢？刚刚还吩咐我准备一壶新茶招待三殿下，怎么就不见了呢？去青丘了呗。又去青丘了。妙清公主，我倒是要劝你一句，你的这颗心真的是放错了地方，倒不如早早回家，让你长兄给你寻门好亲事嫁了。你就算在这里做奴婢10万年，夜华也不会多看你一眼的。
妙清先退下了。碧峰，你怎么在这儿？你觉得怎么样？好些了吗？睡了一觉，也好了10之7、8了。你不是去西面了吗？四哥没去找你啊？口渴了吗？可要喝水？好啊。多谢四哥。你是四哥吧？只因我刚打完架，法力虚弱，识不得你这变化之术，你便换作碧芳的样子来戏弄我。好啦，样子虽变得一般无二，但性子也太不像了。你可没看那碧芳平时对我不冷不热，一副不放在眼里的样子。我没做什么变化，实实在在就是碧芳。折颜上神同殿下前去西海拜师了，我在桃林守得无趣，便回来瞧一瞧呢。你是碧芳啊？对，你们飞禽类一向性子冷，不像我们走兽类。我这随便一说，你无需挂在心上。若那时我在你身边，就算拼了满身修为，也不会让他们伤你1分1毫的。那是自然的，毕竟我们是一个狐狸洞里出来的嘛。他日若是你约了别人打架，我也会为你助威的。芊芊，你装傻还装到几时？你明知我自从来了青丘就思慕于你，你却要说这些话来气我。你说什么？因为你同那天族太子早有婚约，我才免不得已藏了颗真心。可此番你遭此大难，那夜华却丝毫不能保你周全。我出去这些天，打听得很清楚了，听说他在天宫还处了位侧妃。哼，像他这样风流，也不知能不能全心对你好，我怎能放心将你交于他？芊芊。碧芳也是一根筋，明知道姑姑与天族定下婚约，还不肯罢休。都说这雨禽类很专一啊，认定一个便生生世世都是那一个。碧芳，你可怎么办啊？我也是奇怪了，太子殿下带回墨渊上神，也没多说什么呀。他不会一早就知道司音就是姑姑吧？把药喝了。你看啊，毕竟是我与天族订婚在前，你说你思慕我，我很欢喜。但是毕竟我们是有缘无分嘛，凡事要讲个先来后到，对不对？若你能同意跟我在一起，我愿将天族得罪个干净。不如你先出去。你只说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我是个重礼数的人，我既已被天族定下来了，断
然不会做一些事情，让青丘与九重天都难堪，对不对？你说你很思慕我，我很感激，但是你我终归是有缘无分，其他的我便不多说了。若你对我的思念还是泯不了，你便继续把它藏起来。我已经知道你的这份真心了，长长久久也不敢忘记。来，喝药。我自己来。好了，你去忙你的吧，我困了，我困了。芊芊，你可知每每你不愿我在你跟前时，找的理由都是犯困吗？有吗？我不是第一次这样说吗？芊芊，方才你说的都是真心的。这可如何是好？走了一个又来一个。你现在让我这么接近你，我来请求你为我做的一切，都只是因为你和我有婚约吗？若与你有婚约的是另外一个人，你是不是也这样？他这话问得十分奇怪，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若不是他与我早有婚约，他能在我这里一次又一次的开到油水，肯定是刚到青丘住着时就被迷谷打出去了，哪还进得了狐狸洞？分得一间上好的厢房。我对你好，当然不只是我们之间有婚约。你看，你在狐狸洞这段时间，每天还要批公文，那么辛苦，还要帮我们烧饭做菜。你对我们做的这些，我很感激你，也都记得。俗话说得好，有来才有往嘛。你既送给我一个桃子，我当然要还给你一个李子。就算没有李子，我也要先拿琵琶先替着嘛。虽然我们有一纸婚约，但若换做其他人，也不会做得像你对我这样好。我从未给其他人做过饭菜，我只给你做过。你的厨艺很好的，你也应该找机会给你的爹娘还有爷爷做做饭，正体现一个孝字。我为你做了这么多，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婚约。我来青丘住，也并不是因为阿离想你。原来厨艺是你的兴趣啊，这是一个好兴趣，很实用的。芊芊，我爱你。今日这是怎么了？我这万年不开花的铁树一开就是同日2朵，这一前一后都来说思慕我，这究竟是怎么了？这种事开不得玩笑。我从未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认真了。没有情谊，自然也能做长久夫妻。但我却盼望着能跟你有绵长的情谊。阿爹阿娘说了，夫妻之间相处久了，那些风花雪月的情谊就淡了。慢慢的就相处成亲人了。你看，像我们现在这样，也很像亲人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可以跳过中间那一段，你觉得呢？我也知道啊，像你这个年纪呢，是该爱几场恨几场。
所以，趁你对我的孽根种得还不深，还是趁早将它拔了吧。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很多东西都看淡了，对这种爱情委实提不起兴趣来。这也是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境界呀。我一直觉得，天君一纸婚书将你我凑成一对，真的是委屈了你。你还这么年轻。不过你也不用太伤心，万一我们真的成亲了，我会安排好，帮你娶几房年轻貌美的侧妃。你说的都是真心话。比真金还要真。所以你特意说这些话，让我难受吗？他如今爱我爱的，仿佛正是兴头上。我怎么办呢？要从长计议才好。我只爱你一个人，再不会爱上其他人。阿离已经回天宫了，没什么大碍，休养几日便好。我本想也带你一起回去的。灵宝天尊的上清境有一窝天犬，很适合你养伤。不过那只坐骑死命拦着我，你自己决定吧。都依你吧。快睡吧。若不是见到墨渊上神的真容，连我都不敢相信，竟有人与我如此相像。天姐，你可是将我看作了墨渊上神，才容我留在青丘。这玄女与我们昆仑虚还真是孽缘重重。我最后悔的就是7万年前一念之差，中了她的苦肉计，把她带回昆仑虚，却让她偷走了阵法图，害死了师父和那么多天族将士。本君有一事不明，当年司音上仙是如何在你们众师兄弟的眼底下，将墨渊上神的仙体带走的？既然太子殿下追问到如此地步，我也就不隐瞒了。说来也惭愧，7万年前，师父以元神生祭东皇钟，是17师弟将我们10几个师兄弟灌醉，然后带着师父的仙体离开了昆仑虚。就这样。当时我们沉浸在痛苦之中，并没有想到17会如此做。但我知道，17是不想师父的仙体被带到无望海下葬，因为他不相信师父已经仙逝了。你认为这7万年来，司音上仙与你们众师兄弟必不见面是为何？我也不是很清楚。以我对17的了解，他这7万年来不出现，或许他是有办法让师父回来。殿下若是没有什么再问的，我便回西海了。前几日母亲来信哭诉，说兄长的病又更重了，也是时候该回去看看了。是怎么了？大哥病得特别突然，现在特别虚弱，幸亏前几日机缘巧合，有幸请到折颜上神去，希望能查出病因。有折颜上神在，你大可放心。
承殿下吉言。太子殿下，你将屋子收拾收拾，明日会有人来住。住在一览芳华吗？阿里见到他，一定会十分欢喜，也不会让他住在别处。是那位上神？阿里睡前还念叨着那位上神的名字，还说喜欢在青丘和娘亲吃饭，喜欢在蘑菇集买好吃的好玩的，觉得呀比天宫更快乐。君上这300年来，不让任何人踏入这院子半步。那位上神，就因为是下一任天后，才如此特殊。娘娘，本宫听说君上回宫了，又走了。又走了。他又去青丘了。嗯，你可与君上说话了？没有。无妨，总有机会。君上是我们天族的太子，不会一直在青丘住下去。而那个白浅，就算是青丘女君，也迟早有一日是要入我们洗梧宫的。毕竟她是我们天族的太子妃。你我只要静候就好。是。你不要让本宫失望。师父的仙体也不知道如何了，我还是去看看吧。姑姑怎么起来了？我想去看看师父。这又是夜华案前的那个小仙送来的。是啊，怕是天君要让太子殿下来继承君位了。这文书越堆越多，这2日偏偏太子殿下照料姑姑，看都不看，我就帮着理理。夜华他人呢？回天宫了，怕是也该回来了。你去忙吧，我慢慢走去炎华洞。果然有迷谷在，会照顾好师父的。师父，300年前，折颜就跟17说：“您快醒过来了。”这300年都过去了，却还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骗我？17每天都在想，等师父你回来的时候，跟师兄弟们一起重聚昆仑虚，那该有多开心呢？
怎么看都觉得还是我青丘的景色最好。只可惜，夜华自从来了狐狸洞，每日给我们做饭，都没带他四处走走。夜华，夜华，你……夜华，你干什么？我以为你要投火。我不过是因为天气太热了，所以……姐姐，我再也不能让你……你不是在房中批公文吗？怎么突然来这儿了？迷姑去拿饭给你，发现你不在，告诉了我便出来寻你。我们回去吧。从大紫明宫回来，他就从没问过我师父的事，倒是奇怪了。小五，你是不是喝酒了？脸怎么这么红啊？我们青丘景色宜人，所以我就带太子殿下四处逛逛。斜阳微风，满池荷花飘香，正适宜幽会。今天下午毕方来了信，说你被人打得半死不活。我跟你四哥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特地来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样被人打得半死不活。上回伤得半死不活，确实有些失礼。没等您老人家来看一看就擅自好了，真是对不住您。这次呢，伤得虽重，却不至于半死不活，实在是让您失望了。哪来那么大的火气啊？哎，算了，既然都惹你生气了，不拿个宝贝，怕也平息不了你的怒气。来。这扇子送给你，画面还是西海水君亲自画，便宜你了。老凤凰还知道投其所好，送礼物赔罪，果然聪明。不过，你们两个去西海干什么？我们前些日子碰到西海二皇子，他说有事要求折颜，所以我们就去了西海。大师兄有事情？哦，原来你跟夜华都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你和昆仑虚那些陈年往事，让我们这些老东西替你瞒了那么多年。现在这样就不用再打妄语了。之前，玄女偷走了师父的仙体，是夜华帮我救回来的。先不说这个了，我跟你四哥去了趟西海，很累了，不如我们先回狐狸洞吧。想不到你也能在言语间被斗得生气。折颜上神很有本事，他年纪大我许多，同他生气也没什么。若是小辈的神仙们在言坛上得罪我，
我也不会同他们计较的。我倒是希望你能事事与我计较。我同你有什么好计较的？姑姑，太子殿下，异族的离境义军递了名帖，想见姑姑，已在谷口等了半日了。他还想做什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今天运气真不错，刚好赶上一场热闹。将他给我撵出洞外。啊，姑姑，他就在谷口等着，尚未进洞。随他去吧。什么恩怨都要解决的，你这样拖着只会徒加烦恼。择日不如撞日，不如我们今夜就和他了结了吧。我跟他有什么好了结的？早就了结完了。你四哥回来把我书房给占了，我今晚是看不了公文了，只好拉着你陪我下棋。我让米谷给你收拾收拾衣裳，明日就陪我回天宫吧。我寻思着你应该有问题想要问我，就没敢睡呀。上神果然料事如神。问吧，既然你已经知道墨渊的事情，其他的我也不想再瞒你了。还是那两个问题。哦，两个问题。人老了记性不好，你再问一遍。300年前，浅浅和擎苍大战之后，受伤昏迷不醒了数年。可是真的？自然是假的。他和擎苍大战了之后，失踪了数年。怎么？当初是我骗了你，那你还问不问啊？第二个问题呢？他可曾忘记过什么？是忘记了，忘记了什么？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只记得，他失踪了数年后，忽然有一日遍体鳞伤地落在桃林里，很是伤情。就是在你跳诛仙台被我救起的那一日。所以你就给他喂了忘情药？不，不是我喂的，是当时他向我要的忘情药。我看他那个样子，也是觉得还是忘了什么好吧，就给他喝了。他没有跟你说过，他忘了什么？这个他还真没有说。不过我后来大概猜想过，我在天宫见到的那个素素，就是他，对不对？不错，他就是素素。你是如何认得他的？我们在东海重逢时，他有很多动作让我感到非常熟悉。后来看到他手腕上的伤痕，我才确定，真的是他。那是红莲业火留下的痕迹，去不掉的。
原来是如此，露出了破绽。上神，是真不知道，还是为了我而不说？他想忘了我，是因为墨渊。墨渊，与墨渊上神比，我与他那数年的情结，或许只是他飞升的一个阶能，并没有什么基础的意义，反倒是牵绊。哎，姑姑，太子殿下说你即日就要动身去九重天了。对呀，去九重天。你说我这从小到大四海八荒都玩遍了，也没去过九重天。这次正好借着夜华的面子去看看，也算是因祸得福了。殿下早就在洞外等着姑姑了。我去就回，你看好狐狸洞啊。去就回，依殿下的性子啊，明古是怕姑姑这一去就乐不思蜀，忘了青丘还有个狐狸洞了。长本事了，敢调侃姑姑了？不敢。你现在去我屋里把我的折扇拿来吧，就是折颜昨天新送我的那把。我要带着这扇子上天上去沾沾他们的仙气儿。好。折颜上神说的不错，该了结的，还需及时了结才是。只你一方认为结束了，并不算真的结束。你看来倒是很有经验啊。我在前面等你。阿影，我以为你永远都不想见我了。身上的伤是没大碍了吧？劳烦义军挂心了。老身身子骨一向强健得很，这点小伤并不碍事。那就好。义军，这是什么意思？都怪我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如今你将这玉环拿去，置于墨渊上神口中，你就不用再用心头血了。多谢义军一番好意。只是如今师父的仙体已经不需要我用心头血来将养着了。这等宝物，义军还是拿回去好生供养着吧。阿英，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
义军现在一心将心思扑在老身身上，不过是因为义军觉得老身在被抛弃后，没找个好地方一头撞死，反而像现在这样活得好好的。一定让义军感觉老身从未将心放在义军身上，所以才这样一番纠缠吧。阿姨，你以为我对你只有不甘心吗？你我二人像今日这样平和地说话，怕是今后不会再有，所以有些话还是今日说清楚吧。7万年前，我确实因为你而出尝情滋味，因是初次，比不得那些花丛老手，态度自然冷淡被动了些，但对你的情谊却是满满当当的。你也是知道的，当时我们两族之间是有些嫌隙，以至于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在想着如何说服爹娘，让我能嫁给你。当时我想到一条好的理由，就喜滋滋地将它写在绢帛上，生怕自己忘了。现在想起来，还真是可笑。你呢？在我对你情意最浓之时，给了我当头一棒。你只知道我放手放得潇洒，却不知道这潇洒背后，我有多少辛酸苦楚。当年，师父仙逝，我强撑着一颗卑微的心，到大紫明宫找你借玉魂。你永远都不会明白，我鼓足了多大的勇气，也永远都不会明白，你让我有多失望。不是那样的，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有重伤在身。你如果告诉我，你用心头血来保护墨渊的身体，我一定不会不给你。当时没有给你玉魂，是因为我知道你在保护墨渊。是，我嫉妒他，我嫉妒墨渊。可是阿姨，我其实从未对你忘记。你能原谅我吗？义军，你今日说对我从未忘记，只是因为义军你这个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自己得不到或已失去的东西，一旦得到了，你便不会再珍惜。你这么说，只是为了想少些负担吗？其实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对不对？我和玄女一世，你放手放得如此潇洒，你早就对我厌恶之极了，对不对？可是人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你是我一生的挚爱，为什么你就不能原谅我呢？你当年做了那样的事，你还希望我跟玄女同室一夫吗？从大紫明宫走后，我确实怨你恨你。但当我在炎华洞失血过多，命悬一线之时，我发现脑中浮现的竟不是你的脸，我才知道，我这段情伤算是到头了，我终于能够解脱了。阿姨，别说了。离静，你确实是我白浅这14万年唯一倾心爱过的男子。只是沧海桑田，我们回不去了。是我明白了太迟，
也终究不会在原地等我了。从今以后，我们便是路人了。告辞。明明是那么甜蜜的话，由你说出来，怎么就那么令人心伤呢？你看这天，怕是快要下雨了。快走吧。就算是我们青丘的入口，至少也会有个迷谷坐镇。你这36天大罗天界的，连个看门的人都没有，也太不气派了。今日太上老君开坛讲道，估计他们都去赴法会了。原来是有法会啊！浅浅，听说你在凡间帮元真渡劫时，你常同元真论道。如今想必是道根深植了。太上老君这数万年来，讲遍天上无敌手，在高处不胜寒这个境界，已经站得十分孤单。此番你上天，正好可以与他辩上一辩。好说，好说。听说你3万岁上开府建衙时，天君赐了洗蜈蚣的名字。不错。只是你这里如此昏暗，倒像那东海百日宴的水晶宫那般。因为你见不得强光。因为我。浅浅。我带你进去。哎，想不到来你这九重天，竟然要跳进来，不能走正门。若走正门，定会将大大小小一院子全惊动了，呼呼喝喝的甚讨人厌，哪有跳墙来的方便？是这么个道理。啊，对了，今天我们来得早，还没到那个嘉云小仙来送文书的时辰。你该不会是没有告诉他，不要将文书送到青丘，让他白跑一趟吧？你刚刚说的有道理，还好没从正门进来，惊动那些小仙，不然会很麻烦。话说回来，昨天我们回来的晚，积了多日的文书，你阅得怎么样了？总瞧着这太子比东华那等板正的神仙还要严肃沉稳，今日却能流露出这么一番少年人才有的神色来，着实不易。
我有件事与你商量。浅浅忽然如此认真，不知是为何事？不是什么正经的事。我将在这九重天上休养2、3日。既然来的时候是悄悄来的，没有打出上神的名号，也不能让你大张旗鼓的为我辟出一处寝殿来。不如就在团子的庆云殿凑合2日罢了。你想住阿离的庆云殿？不方便吗？我早已为你辟出了一处寝殿。啊，对了，我师父的事，外人不会知晓的。你这院子里也有桃花，是蟠桃园搬过来的吗？这是300年前我种的，到了今年才开这第一束花。300年才开第一束，你也真是有耐心。一览芳华，真是个好名字，跟你这洗蜈蚣倒是很配。为何自从迈入这院子，就感觉不太对，不太舒服？上神，喝茶。嗯。娘娘，难道果然是你？奶奶等了你300年，你终于回来了。太子殿下，这结魄灯果然是圣物，做的娘娘一丝都没差的。这位仙子，你应该是认错人了。老身是青丘的白浅，并不是你口中的娘娘。奶奶，这位是青丘的白浅上神，他会在院中暂住几日，便由你来服侍了。起来吧。上神待会儿会去灵宝天尊的天泉洗浴，你先去做好准备。是。你先去休息一下，我去把阿离抱过来。好。什么？白浅上神来了9重天？是啊，娘娘，刚才进了南天门，如今已经入了一览芳华了。你说什么？一览芳华？那个地方，君上不是从不让人靠近的吗？是啊，娘娘，奴婢也觉得很奇怪。按理说，这君上300年来一直都护着那个凡人住的地方，如今怎么突然就准许别的女人来住？心诺，我觉得这个白浅比我想象中的要难应对。娘娘为何这么说？君上为他屡屡打破禁忌，就像失了心魄一样。我之前还安慰自己，
说没关系，起码君上心底最爱的是一个死人。可是现在，心奴，你会帮我的，对不对？无论何时，你都会帮我赢回夜华的心，对不对？娘娘放心，奴婢一辈子都是娘娘的左右手，一定会帮娘娘。娘娘，你先不要怕，他才刚来九重天，还不熟悉这儿。毕竟我们已经住在天宫里几万年了。对，我不能慌。我是这西梧宫明媒正娶的侧妃，我不该慌。我该静观其变，再看看怎么击退他。你们太子殿下一直这么喜欢桃花吗？我家娘娘很喜欢桃花，她走后，太子殿下就栽了满院子桃树。你说的是阿离的娘亲？上神也听人说起过。我初次见到阿离的时候，他就已经告诉我了。我家娘娘她生下小殿下后就离开了，小殿下从小就是奴婢带大的。娘亲，你来啦。奶奶，你怎么了？没事，奴婢说话，请上神恕罪。如今团子的亲娘已香消玉损，再享不了灵儿绕膝之乐，却让我这个做后娘的白白捡了个便宜，必是看得这小仙娥心中不忍了。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小仙娥！娘亲抱抱。娘亲呢，身子不大好，让你夫君抱吧。阿离知道了，娘亲又有了小宝宝，对不对？那书上就这么写的，说有一位夫人怀了小宝宝，他们一家人就都不许她再抱别人家的小孩来道。她动了，对，胎气。你这个算苗高的小娃娃，怎么连胎气都知道啊？阿离，是谁给你看这书的？是程昱借给我的。又是程昱。这程昱真是个妙人。就算是上神有了身孕，小殿下，你脸红个什么劲儿啊？本天孙高兴了，娘亲有了小宝宝，本天孙就再不是天上最小的一个啦。倩倩，不如大婚后立刻生一个。这小宝宝如果由你来生的话，我倒是很乐意出那一份力。既然阿离也来了，不如我们一起去上清境吧。走。参见太子殿下。夜华，若是用你正妃的名义来这泡，能有几个仙娥引路？10个，怎么了？我觉得我的接品不升反降，这可不是笔好买卖。若是我们继任了天君天后，便有24个仙娥为你引路，再添上4个心灵手巧的，给你搓背。这听起来还不错。参见太子殿下。此处竟有酒喝。这些酒是国酒，如果阿离要喝，你可以喂他喝一点，但万不能让他喝多了。时令的蔬果们也都可以给他吃一点，但每样只能吃半个。你这既当爹又当娘的，真是不容易。这么多年，
习惯了。你这幅扇子上面的桃花画得挺好，但缺了应景的诗词。不如你先泡着，我去给你提好词，你来书房找我。好。娘亲，夫君怎么走了？不同我们一起泡吗？天将降大任于你父君，你父君去接大任了。为凡人时你就喜欢桃花，没想到身为上神的你，依旧不甘喜欢。贤妻，我自欺欺人也罢，你擅长掩饰也罢，虽然我和你之间的情分比你当年和墨渊浅了许多，但你是我夜华此生唯一爱过的女人。我愿等你，等你忘记墨渊，真心爱上我。姐姐找我，今日君上终于回了紫宸殿。你若不把握机会，就不能怪我不帮你了。姐姐的意思，妙卿不大明白。这是一盅给君上的补汤。君上难得回一次洗无宫，你心思要活络些，今夜多在案前侍奉。如若君上动怒，你不了解这个男人，他若真与你有了肌肤相亲，就一定会负责。还有，你不用怕他动怒。一来，你是阿离的救命恩人，他不会要你的性命；二来，你还有我，我会保住你。毕竟在洗无宫，你只能依靠我，而我除了你，也没什么姐妹了。谢谢姐姐。上神请用。刚刚是梅子酒，这杯呢？回上神，这是枇杷果酒。枇杷果，我在青丘的时候最喜欢同阿离吃枇杷了。是啊，我娘亲最爱喂阿离吃枇杷了。醉了啊？身上这么滚烫，看来不是装的，这也太不胜酒力了吧？小殿下头一回喝这么多酒，醉成这样，奴婢还是把他送去药王府看看吧。不必了，我喝酒也喝了10几万年了，也算半个行家。阿离刚才喝的这个酒啊，是鲜果发酵酿成的，喝再多也不会醉人的。可，奴婢还是怕会有什么闪失。他是男孩子，不必这么娇生惯养。你听我的，将他抱回去睡一会儿。
过3个时辰，他指定就醒过来了。是。上神请用。这小婢女竟对救主如此忠心，她的救主已经走了有200-300年了吧？回上神，奴婢并不清楚洗蜈宫的事。太子宫中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吗？奴婢只听说，当年洗蜈宫发生了桩事儿，当时的仙娥和侍卫们都被天君贬居下界仙山了。看来天君为了掩盖这件事，还真是想得十分周全，连仙娥都换了。难怪我在青丘只听说夜华极宠爱素锦，宫中再没有任何妃子，才理所当然地以为他唯一的儿子是素锦生的。老身此番初次来到天宫，并不熟悉这里的路，还请这位仙娥带路，去太子殿下的书房。上神请随奴婢来。君上，什么事？奴婢等君上很久，好不容易等到君上回来，不知君上能否听奴婢说几句话？当初妙清因为救了小天孙，因此侍奉了君上几日饮食起居。这算是妙清的福分了。可是妙清因此却要求君上，让奴婢来洗蜈宫做婢女，妄想能得到君上的垂青。这是妙清的错。妙清决定今日离开九重天，回到东海。今夜就将这一盅羹汤，当做妙清最后为君上做的了。不知君上能否把它喝下，算是了断君上与妙清的这一段缘分呢？本君与你并无缘分，但你与阿离有救命之恩，你我也算是主仆一场。这个汤，就算是了断吧。不必了。你是不是很想本君喝下去？这汤是妙清亲手做的，自然希望君上能够喝下去。这也是妙清的一番心意。君上为何？本君想先问你几个问题。不知君上要问什么问题？前些日子，你回了趟东海。妙清因为很想念兄长，所以回去探望。你可知道，你去探望兄长那日，东华帝君正在凡间渡劫。不知道。那日东华帝君在凡间被人推了下去，同时白浅上神也被人推了下去。他当时周身法力被本君所封，险些淹死。是吗？好险。是好险。你可知道白浅上神在这四海八荒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吗？青丘、天族都不会放过推他的那个人。妙清，啊，你真不害怕你们东海你的兄长会因此获罪吗？你真不怕你会因为谋害上神被永坠畜生道吗？妙清一时糊涂，求君上恕罪。若不是你对阿离有救命之恩，
你真以为你能活到今日吗？是妙清糊涂，求君上恕罪，君上恕罪啊！再来，你告诉我，这汤里面放的什么？这汤里是能让君上喝下之后与妙清欢好。这么厉害，谁给你的？是奴婢从凡间买的。凡间？你真以为凡间这种药对本君管用吗？妙清只是……君上，臣妾听宫娥们在议论，说君上在责罚妙清妹妹，也不知妹妹究竟犯了什么错，但想必一定是并无恶心，可能是太过思慕君上所致。还望君上能看在妹妹曾救过阿离的事情上，饶过她这一次吧。此处竟无人守着吗？该不会当头鸿运又让我撞上别人闺阁斗趣吧？夜华虽冷漠沉稳些，到底血气方刚。这天上的一众仙娥又都生得不错，但夜里对着一案的枯燥公文，定然十分烦闷。晃一抬头，见着一位眉目似画的小仙娥在一旁红袖添香，自然是要云雨一番。我还是避一避吧。浅浅，你这一来一去的到底要做什么？那扇子我已经提好词了，你进来拿吧。罢了，倒是要看看你能瞧上的仙娥是如何仙姿。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好美的一双眼，可惜这小仙娥虽生的也不错，却配不上这双眼。你这双眼睛，生的倒是不错。叔叔。瑶清公主，本君这洗梧宫实在腾不出任何位置来容你了。明日一早，你便回东海。只要你不再做什么出格的事，本君对过去既往不咎，也算是还上阿离的救命恩情。素锦，你倒是很重情义。如果你实在舍不得妙清公主，不如向天君请一道旨，请天君将你一同嫁去东海，你看如何？君上，是妙清一时迷了心窍，才会用下了秦瑶的羹汤来勾引君上。君上，不管你怎么罚我，我都不会反抗的。哪怕是每日里7749道天雷劈石，妙清都不会怕。只求君上不要让妙清离开这洗梧宫。妙清这一生的夙愿，就是能留在君上身边，一辈子伺候君上啊！娘娘，娘娘，上回妙清认错了你，你帮了妙清一次，这一次，请您再帮帮妙清。娘娘，妙清公主既然跪了我，如若我跪回去，也是拉不下这个脸的。少不得要说两句。你说。其实这个事情，真的不是妙清公主一个人的错。你当初明明知道她对你有情，
还要把他带到天上来。我知道，你是为了报阿离的恩，让他躲过他的婚事，等他想清楚了再回东海。但他不一定是这样想的，他一定觉得你对他也动了心。你既给了他这个念想，又扮作正人君子，迟迟不肯动手，少不得便要逼着他亲自动手喽。但是当初他说进来洗梧宫当个婢女便心满意足。恋爱中女子说的话，你也信了？听老身一句话，还是尽快回东海吧。她是本君的妻，也是这洗梧宫唯一的娘娘。她既然如此说，妙清公主还是回东海吧。君上，君上！洗梧宫这么大，你能找得到一兰芳花吗？应该还是找得到吧。我送你。娘娘，娘娘，求娘娘救救君上，都是娘娘让妙清这么做的呀！娘娘，你说是本宫让你这么做的？妙清，本宫怜惜你对君上一片痴心，你竟要借此陷我于不义。娘娘，妙清不是这个意思。本宫真是错看了你。娘娘，刚刚妙清口不择言，求娘娘恕罪。既然君上已经让你离开，你也别耽搁了，现在就走吧。娘娘。娘娘，你没事吧？娘娘，还顺利吗？星罗，我终于知道，为何月华会对他如此紧追不舍。娘娘，你在说什么？我刚才看到了青丘白浅，你可知道他长得像谁？他竟与那个凡人生得一般无二。娘娘，你在说什么啊？素素，就是素素，他竟和那个素素生得像极了。娘娘。
送到这里，剩下的路我就认得了。哎，接下来的路我真的认得了。我送你到这里面，不是真的为你带路，我是想问你，你为什么让那个公主回东海？不是你也希望她回东海吗？只是因为如此吗？你这样问我，我倒不知该怎么答你了。果然如此。果然什么？我没有忘了之前对你的承诺，我会记得帮你纳几房侧妃的。只是，既然你不喜欢这公主，那便让她回东海就是了。说起来，这公主心机确实沉了些，今日能对你下情药，改日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这后宫还是清静点的好，你说呢？我原本就不该问你这话。方才将你叫入屋内，是为了让你促一促，却未想到你由始至终只是在看热闹。我在你的心中竟没有丝毫的分量。白浅，你的心中是不是只装得下那一个人？你要等他等到何时？上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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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神昨日说小殿下3更便会醒来，如今已过了3更，小殿下却仍没有醒来的征兆，反倒是小脸越来越红。奴婢急得很，也没有别的法子，才来惊动上神的。耿贤的小娃娃喝了果酒，确实睡到3更便能醒过来。看来我是高估了阿离了。照他这势头，大概要睡到明天早上了。不过你看他这小脸红扑扑的，说明酒意正发出来了，你不必担心。你该不会自打昨日抱了团子，到现在眼睛都没合一下吧？放心吧，我等下渡他些仙气，保证明天起来又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团子。不过这小娃娃喝了酒，第2日最好喝些煮的糊糊的粥。你先下去歇息吧，养足精神，明早端些粥来。但小殿下若是扰了上神的安歇，你看他现在睡成这个样子，就算是将他团成一团，滚到庆云殿，他也未必醒得过来，如何饶得了我？照顾小孩子真不是件容易事，这夜华也真是颇有耐心呢。来，小殿下还未醒过来。真是辛苦你熬了这碗粥了。
这粥放凉了也不好，上神还未用早膳吧？若是不嫌弃，且请尝尝奴婢的手艺。不必了吧？这粥奴婢熬了2个时辰，若是到了就可惜了。况且上神稍后还要去上清静的天泉，空着赴去也不好。你说的也是，那我便尝尝吧。果真是好手艺。上人，这么大阵仗，灵宝天尊真是有心人啊。